开始了吗？开始了。就是经常留言鼓励我们的观众嘛，叫做周星辰，他说听着非常舒服而又启蒙智慧的节目，感谢你们两个老灵魂。他说我们是老灵魂。这个没有问题，就是灵魂足够老之后才会想着出离这个宇宙因为玩够了，才会想着生命的意义。对的，所以我上次就听 Leo 讲，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出阳神呢，就你可以真的是瞬间移动，直接显化来爱尔兰，直接显化在我面前，那你就会失去人生的这个奋斗目标了，就相当于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这个上天入地下黄泉，这个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告别娑婆里面的上师他说到了，说其实当我们悟道之后，也就是说耶稣的那个境界或者是耶稣的妻子那个玛利亚的境界，他们都是可以进行心灵传送的，然后他们传送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肉身，而且是可以传送到任何一个地方，不仅是地球上的宇宙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它这个里面就是说描述了很多就是宇宙中最快的交通方式就是心灵传送，叫做心灵传送。然后当时他提到就是耶稣也是用过这个心灵传送，好像是从某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当时耶稣和他的好朋友们在一起，然后因为某种原因他们要一起去到另一个国家，那可能比较着急吧，耶稣就用的是心灵传送，玛利亚也是用的心灵传送，直接就过去了。然后其他的小伙伴们上师说就只能是用脚走过去也就是说悟到了的生命，悟到了的人类众生是可以心灵传送的，是有这样能力的是不是很实际的？你不会有任何身体上的痛苦，然后你的心灵是时时刻刻处于完美的喜悦喜乐当中的极乐当中的，然后呢你还有这些对吧心灵传送的能力，是不是很完美？而且他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能力，包括和动物沟通一些包括心灵交流这些都是有的。只要你把你的小我化解了之后，把你的佛性外面这层泥土全都化解掉之后，你的本来的那些能力就全都回来了。我们上一期讲到了嘛，就是你说这个真神它本质是一个灵，是一个那个无欲无求圆满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又分离出了一个一就是那个小我，而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不对，它没有分离出来一个一就是真神和这个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对，我觉得就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嘛，就是一个叫那个梵天，还有一个湿婆，还有一个毗湿奴。对，他们就是梵天，他是相当于像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然后创造完了之后他就走了，然后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而那个就是毗湿奴是在经营运行这个世界的神，而湿婆就是毁灭之神嘛。所以你看那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个湿婆之舞，就讲那个神他不断的跳舞，只要他舞一停，那就是几万年，就是一个轮回了，这个文明就会被毁灭一次。对，确实符合这个宇宙的一些规则。对，然后就是我们就那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一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那个小我的一。就是克拉克他讲这个体系嘛，他就是说规定了真神是零1 2 3 4 5 6 7 8那个数字那个零他只是打个比方他说我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个存在呢，它可以叫做一然后他说实际上对于零来说就是这个世界对于零来说首先它是不太知道，而且是跟它没有关系的，并不是他创造的就是零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不会改变，然后它是永远这样的一种不变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世界这个一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佛学说的这个妄造就是一个梦境，它是一个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假设它其实就是一种假设，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可能很难理解，但是也得去讲述。因为比如说我去虚构一个故事，这个你能理解吗？
就像《西游记》那种。我现在就随机给你虚构一个故事，比如说我说我昨天看到一只流浪狗，然后我亲眼看见它一步一步怎么样变成了一个美女，变成一个人，然后它又怎么样进入一家餐厅，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然后这个故事可能有几万字这样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完全是无稽之谈，是一个我虚构出来的，这个你能理解吗？能。但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人事物都以为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哇，这个你能理解吗？也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就是在接触奇迹课程之前，我就接触过一个人说的一种像哲学观念一样，他说你看的那本小说当中的那个椅子，对于你的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那本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它是存在的。因为那本小说的主人公坐在那把椅子上。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其实大家慢慢就能去，其实需要思考一段时间啊，每个人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本质上是虚构出来的一个假设的一个东西，它本质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奇迹课程一直讲的是宇宙不存在，神没有创造这个宇宙，3000大千世界、娑婆世界不是神的造化，不是神的创作。是一个错觉妄念产生的，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假设，一个虚构。娑婆世界是什么东西啊？娑婆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呀，我们的宇宙啊。佛把它称为娑婆世界呀。娑婆的意思就是应该就是说就是比较痛苦忍受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遭罪的意思。对，所以就是对，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很痛苦嘛，所以就是上一期我们聊到的那位叫冰岛古树的观众朋友，他在我们那一期你为何总感到焦虑，只需要知道这个真相，这期里面他也提到过，他说会不会有那种地球监狱假说，是不是更有道理？就是我们本质就是一个星际文明的试炼场，就是比如说参考西部世界威廉被无数次销毁的那种感觉。好，然后他也说，他说会不会就像之前 ChatGPT 阴谋论一样，有一群这个精英希望对他的行为进行解释，想看看到底 AI 能进化出什么让他们自己也意料不到的东西，就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那么会不会创造我们的这个星际文明也在远处观察着人类，想看看是否有人类 NPC 反思自己争取权利的这个心智系统，不对，叫争权夺利的心智系统，然后思考自己的灵性觉醒和意义。其实大家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在了这些具体的事物上，只能陷入这个漩涡当中，陷入到这个深渊当中，是很难出来的。因为我理解，其实就我们探讨人类文明是从何而来呀，究竟有没有亚特兰蒂斯文明啊？老高的很多视频都是探讨这个层面的东西，就是宇宙的什么最高文明是什么样子啊？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可以说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大家过多的去研究它的话，其实不一定能帮助你灵性的提升，只能说是满足你的一些好奇心，因为灵性的提升就是佛经，就是佛学的这些内容，它就是去专门的针对你的心去进行一个修正，或者说是改造吧，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才会有这个宇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去探讨后续的。比如说第300章第1000几回这个故事，不如直接去看第1章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把这个第1章发生的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之后，后面的所有问题连锁反应就会全部消失，全部得到解决。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实际是解决不了的。就是这个就属于也是相当于小我的阴谋，它让我们不停的去解决生活实际的问题。让我们的精力无暇去想这些关于觉醒啊，关于回到天乡天国的这些真理性的问题。上师都有提到过，他说小我其实给我们安排了一堆的事情要去做，从我们生下来开始，我们就要不停的去为这个身体去劳累，
然后有一系列的问题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处理。这个其实就是小我的障眼法。小我的阴谋上师已经是一言道破了。所以说大家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可以直接接触到第一线的真理吧，其实是非常有福报的啊，就是非常有这种道缘的。这种东西不是说想有就有的啊，因为这些福音啊，这些内容的话，就传到地球的话，其实也就是从耶稣那个时代开始，但是也被篡改啊，然后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包括佛的那个时代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它只是那一个短期的一个阶段，到后来就会经历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改变啊、篡改，以至于说奇迹课程现在传到地球上，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吧，近几十年好像是1980几年开始传到地球的经过这个一个叫海伦的女士，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些东西，是非常幸运的它可以，因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接触到这些资料资讯，如果真的能稍微的去学习一下、思考一下，对我们的帮助，可以说是超越其他的星球的一些这种外星人可能是几百倍、几千倍的一个提升速度。哇，其实是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嘛。这个话其实不虚是因为我们得到的可能太容易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星球都是有的，其实也不见得其实也不见得。我们现在能遇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佛缘吧，可以说。对，所以就是有一位老外观众，当然他肯定是通过了那个 AI 翻译嘛，是一位俄罗斯的一位大叔，或者你说俄罗斯的一位大爷，对他说每一个灵魂的觉醒都是对抗控制、追求自由的重要力量。对，然后当然他还说了很多嘛，然后你一看到对抗控制嘛，我就想到了，一般俄罗斯人他通常就是他是比较他还是扶强的，就是那么一个民族，包括就是在那些乌克兰呀、俄罗斯啊、斯拉夫啊，就南斯拉夫那东欧的那些国家，他们都是就是如果是说跟俄罗斯女孩子谈恋爱的话，他比较希望就是男方他有那种主导。他能够有那种主导的优势，就不要是说跟他商量，我们要不去这家餐厅去吃饭啊？你喜欢这里啊？那样子的话，他会说不，你问他什么，他都会说不。因为他希望你是说，我觉得那家馆子就最适合你的，因为你上次跟我说过你喜欢吃的，而且我考察了方圆5公里之内，那是最好的一家馆子，你就应该去那里。然后那样子就是相当于吃硬不吃软那种，对。然后，那你说这个每个灵魂的觉醒是不是都是在对抗控制、追求自由的这种重要力量？就按照太上天书说的话，其实灵魂这个东西，它就也是像矩阵一样嘛。当你觉醒的能量足够高的时候，提升的频率足够高的时候，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连锁反应的。就比如说，你地球上原来只有耶稣一个大师，那可能因为耶稣的出现，影响了多出来了10个大师的觉醒，那么10个大师又会继续连锁反应，每个大师又能影响到教导啊，或者说以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啊去影响其他人，那就是连锁反应嘛，或者说像指数性的这种增长是一样的，就是当觉醒的人越多的时候，觉醒的速度也会越快。对，就包括 YouTube 上，你看这个很多的内容其实跟觉醒是有关系的。那当更多的这种内容出现，就会有更多的人觉悟觉醒。那么更多的人觉悟觉醒之后呢，就会上传更多的觉悟觉醒的内容，以此类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连锁反应的。对，所以就是还有一位观众叫做加纳卡，他说宇宙的终极规则是因果。这个在那个观世音传讯的时候他也提到过，他说就是即使到了我们菩萨这个佛的境界，我们也要遵守因果的法则，也不能说随便的去干预别人，或者说伤害影响别人。
我们也是要遵守这个法则的。但是他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因果法则只是在这个宇宙当中吧，或者说就是其实并不是真神的境界，真神的境界也就是灵的那个境界，它是永远不变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到它。那么他强调的是说，其实佛的寿命是可能宇宙的多少万倍多少亿倍，但是他说佛最终是有一个寿命的，佛的寿命的终结就是他的意思，佛死亡之后呢，他就会回归到一切创造源头的能量当中去，其实也就是指的耶稣所说的那个真神的境界就回到了天堂天国，那么就永恒不变了。所以说因果的境界实际上也是怎么说，并不是真正的真相的最终的境界因果也是属于这个小我所创造的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真神的境界是没有因果的因为没有因果就意味着没有时间，就没有时空它就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哇，那太遥远了。然后克拉克已经跟我们讲了，其实他说越高的境界越容易达到，他指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回到真神那个境界，其实要比你成为可能所谓的某一个高密度的高维度的生命可能更容易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他说其实你达到最高的时候反而是最容易的。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你达到最高的就等于是什么，直接就扔掉所有一切就可以达到了嘛。你要是说达到半高不高的时候，你还得选择性的扔掉一些，有一些你还得保留你才能达到那个中间阶段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为什么有的人说是顿悟成佛嘛，他就是一下子把所有的都放弃了，他的自我感，他的物质，他的需求，那么他一切都放弃掉之后，他可能一下子就达到最高境界了，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悟道的这个速度和阶段都是不尽相同的。也有那种灵性天才就像克拉克他就是灵性天才嘛，他就很快就做成了他甚至都没有提到奇迹课程。但是另一个讲真理的也是江湖姐采访的那个人，他就提到了说奇迹课程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书是完完全全的毫无问题的毫无错误的讲述了真正的真理和印度瑜伽的那些理论全部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完完整整的真理。他说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真理。对，就是真理就是关乎于我们人类生存的意义嘛。所以就是有一位还是上次在那个就是美丽新世界降临我们该怎么办在最近这一期里面，就是还是那位叫做唐远红的这位观众朋友，他说首先要明白我们人类生存的意义，神为什么造人，这与灵界的战争有关，是神与撒旦的战争得胜的见证要在人身上来体现，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起实现为6000年这6000年人类是被交在撒旦手中的，是活在撒旦权下的。就是我想问你，到底是不是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相当于神魔互相之间拉扯互相之间就是它是有一个正义与邪恶的这个二元对立，还是说我们是合一的？他这个理解的话其实只是一种就是角度的理解吧。其实就是说可以理解成是圣灵和小我的一个拉扯吧，可以这么理解。神的这个境界是不参与任何的二元互动的。是因为我们从神的那个境界里面就是说做了一个梦嘛，然后我们在自己的梦中产生了这种对立，圣灵和小我，或者你说天使和魔鬼，神和魔鬼也可以，就是只是一个形容实际是这个梦中有对立真相的话没有对立。对，所以真相的话就是关于就是这个灵性书籍的这个就是讲述真相的灵性书籍嘛，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这位台湾的观众朋友，他在我们最新的这一期视频里面，他刚刚就是4分钟之前评论，他说我的务实经验就是相当于他想分享几本那个书嘛，就是第一个是那个史威登堡的临界见闻，第二个是日本的这个木类鹤彦濒死经验，然后第三个是中国的这个阳平再生人，就是一个出生的这个人，他有前世的记忆，就被叫做再生人嘛。啊，他说3本书符合真实，其余什么外星人、上帝、以爱之名角度写的，我都当小说看看。虽然是小说，但也这个什么9分假1分真也，虽然是小说，但也9分假1分真也值得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某一些小说是9分假1分真的话，但也值得看看。对，他现在就是说拿事实当真相，拿真相当成了虚构，他是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事实，我指的就是就是宇宙的这些所有的存在，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事实也就是说所有梦中的这些存在是一种事实，但不是终极的真相。所以他认为那些上帝啊、神啊是一种虚幻的，然后那些灵界的见闻啊、那些转世啊才是终极的真相。实际这个刚好相反，是因为这些灵界的见闻，它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宇宙的梦境当中它不是终极实相。终极实相就是神说那个佛说的那个涅槃就是什么都没有。你要是在涅槃当中还能看见东西的话，那还是属于幻象。所以说《金刚经》讲的是真相，凡所有相皆虚妄，只要是有形有相的一定是虚妄的。就是这句话它是一句真理它应用于所有的环境。这个是观世音说的，所以说很好理解吧，就是在真相面前的话是什么都不存在的所有有形有相的都是属于梦境层次的，所以说你学习到哪一个层次哪一个阶段，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大家就是不需要去相互之间就是说你的那个是对的，他的那个是错的，其实都是对的，就是不同阶段的不同理解。我们在一开始肯定会拿事实当成真相，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接触到了像奇迹课程这样的包括一些其他的讲真理的这样的书之后，我们就明白了其实真正的真相是那样的，然后我们之前接触到的那些也不是假的，都是属于不同阶段的事实分界点就是说有形有相的都是在梦中的，无形无相的那个涅槃的状态，神的状态才是最终极的真相。至于说那个真相大家可能会不相信，那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因为不远的不说吧，那咱就说这个对吧，克拉克他已经体验到了，那这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他已经体验到了真神了那大家只可以就是说选择他，相信他或者不相信他，对吧？要么他说的是真的，要么他说的是假的，是不是这样的那他说的如果是真的话，那刚好和奇迹课程这些书完全相符，对吧？那么要不就是说他们全都在撒谎，奇迹课程也在撒谎，耶稣也在撒谎，克拉克也在撒谎，大家都撒了一个一样的谎，那大家不约而同的撒了一个一样的谎，那这个也可能对吧？就大家自己去思考，集体幻觉嘛对，就是你做了一个梦，我也做了一个梦，然后他也做了一个梦，然后咱们3个做的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梦，然后还是说我们3个同时撒了一个一样的谎，而且是没有提前约定好的情况下，这个交给大家自己去判断吧。对，然后还有一位有一位那个观众朋友叫做东城他不断的好几次他提到的那个昆达里尼那个昆达里尼就是在那个江湖姐访谈里面也经常提到，那个你有研究吗？我不太知道是什么呀。那个是跟出体有关的，就是可能是说跟身上的某个脉轮不太懂那个有关吧。那好吧，那没关系，这个就跳过了。对，然后我看到这个对，
我觉得就是包括老高他在前不久有一期视频里面他说，就是遇到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那边的那种通灵女巫嘛，女巫说如果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墙壁的或者小动物想对你说话，那你就能够感受到外星人的存在。哦，对，我就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可能是说7岁之前吧，那个时候去玩玩具啊，过家家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玩具是有生命的，就是不是说你那个人类定义的这种非生命物质，好像就是死的。我会觉得一个桌子、一个杯子，一个枕头，好像它都是有生命的。然后何况是那些动物呢？因为你看小朋友看的那些动画片，里面那些动物们都可以说话，都会说话，然后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这是假的，可能是，我也不知道。那你就是说勉强去解释一下的话，就是万物都是爱的震动嘛，可以这么去理解嘛？对对对，因为能量本身也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嘛，能量本身是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因果，一种念力嘛，就是一种思维的力量。那思维本身就是活的嘛，对吧？就是有生命的。抽象的东西其实都是活的，都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的认知都是颠倒的。我们认为物质是活的啊，这种非物质是不是有生命的？其实可能刚好恰恰相反，就是没有了这些灵的这些生物，反而只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它是没有情感的，没有感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爱和恐惧是我们的真实的一些生命的一些证明。对，我们创造出来的 AI 它是不可能有爱和恐惧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从神那儿来的。神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我们才有了爱的这个东西，爱的能力。它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哦。对，所以就是说，还是那位观众叫杨敬晨嘛，他说大彻大悟的大师说，所见的一切都不是本真，我们五官所感知的一切都是虚妄的，然后就像那个《金刚经》里面他说那个叫什么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对，都是假的。就跟你昨天晚上做那个梦是完全一样的，是完全一样。上师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一生都在做梦，两种梦，一个是醒着的梦，一个是睡着的梦，你们的一生其实都在梦境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所以他把我们的这个角色起了个名叫做梦中英雄。梦中英雄对，我们一直在活这个梦中英雄一切都围着这个梦中英雄在打转，这就是一种不清醒的状态。清醒了之后就会明白，原来我这个角色是梦中英雄。醒着的梦和睡着的梦都是梦，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所以说你把你的心灵的力量放错地方了，才会痛苦。对，所以我们应该是说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就是更高频的地方。那就是那句话了，就是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注意力、你的目标、你的爱都奉献给上主和他的天国，你才能最终回去。对，所以就是包括就是克拉克，他是能够直接就是直接能够感受到上主和天国的嘛。然后他的那个他已经回去了啊，他已经回去了。他现在的肉身怎么还在地球呢？是这样的，对，我可以解释一下。就他现在的状态是奇迹课程讲的这种临界状态，就是其实他已经回到真神那儿了，然后他留了一只脚在这个宇宙的这个梦境的门里面这样能维持他身体的这样一个运作吧，相当于所以说他已经非常坦诚的说这一生是他最后一生，他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他已经跟真神在一起了，所以说他不可能回来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是这样一种感觉。
他已经悟到了，所以其实他已经悟到了，包括我们的老子都已经悟到过，而且可以预告一下，就是老子的话曾经是耶稣和佛陀的老师。哇，耶稣和佛陀拜在老子的门下当过学生。这个告别娑婆第4部里面都讲了。天哪！对，而且老子早都已经悟到了。对，老子是。那孔子了？为什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没怎么说孔子？不太了解呀，不知道，上师没提到过。而且你之前说的那种是大同教嘛，就是我都想补充一下，就是有一本书叫做《与诸神对话》嘛，然后其实就是和所有的这些各种神啊、各种什么老子啊什么的，全都沟通过，所以他们其实都在他们现在都变成圣灵了，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你说孔子可能他大概率也已经变成圣灵了以他的智慧的话，他们都已经等待着我们和他们团聚，然后大家完整了之后再一起回到这个神的这个状态。也就是太傻天书说的，就是太傻需要每一个分裂的灵魂回到起始点，回到太傻的这个状态当中去，圆满了之后才能在一起迈入第7密度，回归真神。也就是说在没有回归之前的话，他们还是一个不圆满的状态，就是有点难理解这个东西。就是耶稣的意思也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回归嘛，然后那个我们的位置是空的，然后所以就是神也盼着我们回去，然后因为大家要一起回去，就这么理解吧。对，所以就是在江湖姐访谈里面，他讲到很多人他就是通过某一种法门、某一种方式，能够体验到那种回归回去的状态。什么方式呢？就是来做喝那个死藤水，就是南美洲的那种巴西的那种死藤水。那死藤水有人说它是毒药，有人说它有副作用，这个你是怎么理解的呀？那我也不知道就是也没尝试过，但是上师提到过这个死藤水，他说其实不管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多么的有灵性或者多么的能开启人的智慧从本质上来说，它其实就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一种毒品。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不建议大家对这个东西过多的去尝试。哇，那不是说有的人他死藤水都100多次了吗？这个，那他喝了那么多之后，他就成为耶稣了吗？还是怎么样了吗？与神合一了吗？他看清了说自己是星际的种子。好吧，希望对他们的灵性提升有帮助吧。所以我看现在这个观众的这些留言基本上都分享完了。对，然后其实你能感觉到其实你能感觉到大家其实一直在逃避一个东西，就是大家想尽一切的办法去找东找西什么死藤水或者说什么吸引力法则但是大家其实就是不愿意去就是化解内心的小我。其实这一点我能理解，因为小我的一系列的防御机制就是让它自身防止被化解掉，或者说被注意到。它是一直藏起来的一个东西。然后上师也其实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小我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但是其实大家总是还在找一些其他的方式去躲避化解小我这个比较直接的路径吧。所以说小我的阴谋可能真的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对于人类来说，因为它隐藏的太深了，它的障眼法用的太好了，它让我们没有精力和注意力去化解它吧，或者说直面它，所以说它可以保持自己的存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奇迹课程告别娑婆这样的书这么难以在这个世间去大面积的去推广和被人去学习的原因。因为
直击小我的话，小我的反击或者说反抗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说大家是很难接受的。对，因为就是你要说小我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很虚的，真实的东西反而是很虚的。就像之前的那各种儒家、法家、墨家呀，他们都去周游列国，希望那些各个国家的君主能够采取他们的这种治国理念嘛，对吧？然后后来比如说孟子见梁惠王，孟子见各个国家的王，然后别人就问孟子说怎么样才能够我做一个好的国君，应该怎么做？然后孟子不断说你们要实行仁政，结果国君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国家强大，兵强马壮，好去说的太对了，征伐，好去成为霸主。你仁政的话能够变成钱吗？对吧？一般好像中国人通常对于不能够马上变成钱，不能够马上变成考试分数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对，就大家不停的去想知道真理，但是真理真的公之于众的时候，大家反而失去了兴趣。对呀，而且就是真正的那种最真实的道理嘛，你说出去的话，其实很多人都可能都听了100多遍了。对，会忽视掉。所以说佛法难闻呐。因为小我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他布的这个圈套，这个局做的是挺厉害的，就是说环环相扣的吧。从你生下来这个剧本开始，他就已经给你套死了。所以说你想跳脱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很强大的心力，或者说很大的人生课题，去颠覆你原来对他的那种依赖。否则你还会去依赖于这个角色，去消耗你的生命，消耗你的爱，你就还是会觉得他是真实的，就你跟他是对抗不了的，只有不断的去拿起这些书，去让自己的心灵去变得更加的，就是说强大以后，你才能去正面的去迎击小我这个圈套吧，这个骗局。对，所以就是还是说任重道远吧。这个是的，我们是的，就是你的心灵学了再多的，吃了再多的自助餐，你也扛不住第二天起来俗事缠身，围绕着这个身体的一系列的事情，对吧？干扰你心灵肯定会放一边，还是以身体的事情为主。那可能夜深人静了，能给心灵一个小小的空间，能让它，对吧？遨游一会儿，飞翔一会儿，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对，所以后面的话真的是迫不及待的希望你能够讲告别娑婆，能够接着去讲奇迹课程，还有你读的那些书，其实也不需要再去读新的书了，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些知识，对，就挺珍贵的，够讲好几百期了，对，够讲好几百期了，对，挺好的。那最后你有什么想总结？哇，只剩下10秒钟了。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嘛，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嘛，就是爱的话题，所以说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对，我们会坚持周更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